圣遗物应该是这个游戏里最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了，出极品胚子了，狂喜。结果一强化，垃圾。由于词条的随机性，圣遗物的养成应该是该游戏最花时间的一部分。刷取圣遗物也是没有任何的技巧性，完全就是生死有命，富贵看天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来了。本期视频会教你如何更高概率的刷取极品圣遗物。就有鬼了，有这种方法的话我也想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。上次视频3个月前的圣遗物视频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圣遗物各部位的词条。这期视频依然是门星象的攻略，我会带大家了解各词条的意思以及作用。首先从最基础的生命值开始说起吧。生命值也就是人物的血量，血量就是你这个人物可扛伤害的上限，只要不归零，那就能奶回来。血量见底则人物死亡，很好理解吧？小生命也就是数字，非百分比生命值。该词条的意义很简单，就是简单的叠加。比如你的基础生命值是1万，小生命的词条为500，那么你的生命值总量就是1万加500。百分比生命值依据你当前人物的基础生命值进行换算，还是假设你的基础生命值为1万，百分比生命的词条为 18%， 那么你的生命值总量就是1万乘以1加 18%， 也就是1万加1万乘以 18% 等于11800。如果你还有500的小生命词条，那就是1万乘以1加 18% 加500，也不难理解吧？攻击力和人物的伤害能力直接挂钩，攻击力越高，人物造成的伤害能力就越强，也就是打人就越痛。攻击力越低，那么造成伤害的能力也就越弱，打人就像挠痒痒。同样分为小攻击和百分比攻击词条，具体的计算和生命值同理，不再赘述。防御力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物的抗揍能力，防御力越高，人物被打时受到的伤害也就越低，就越不容易死。反之，受到的伤害就越高，越容易死。同样分为小防御和百分比防御词条，具体计算也与生命值同理。元素抽能效率，一个角色它一共有2个技能，元素战绩和元素爆发，也就是战绩和大招。战绩属于小技能， CD 好了就能用，大招除了有 CD 之外还需要充能。怎么充呢？当我们释放战绩打到敌人时，会产生元素威力，该元素威力的颜色就是你人物的元素属性的颜色。这个元素威力就是能量球，可以给你的大招充能。当然，不同角色产出元素威力的方式也不一样，这里不展开讲。除了角色自身的战绩能产出能量球之外，怪物也会产出。当你的技能命中怪物或是击杀怪物时，就会有概率产出能量球。这个能量球是怪物的属性也分为不同的颜色，元素怪是对应的元素颜色的威力。非元素怪则是白色的元素威力。当人物吸收了和自己元素相同的同种颜色的元素威力时，一颗能回复3点元素能量，非同种元素威力则会打折扣，一颗只回复 1.8 的能量。角色在前后台也会影响能量回复的效率，前台角色能吃满能量回复，后台角色则同样会打折扣。当你的大招能量回满了，图标就会亮起，此时你就可以释放大招了。大招和战绩不同，所有的大招本身都是不会产球的，所以所谓元素充能效率其实就是提高你的大招能量回复的效率，以此来达到更好的输出循环。一个人物基础的元素充能效率是 100%， 提高了 100%， 变成了 200%， 那么你人物吸收元素威力的回复的能量也会变成2倍，基本的准则不变，回复的能量会乘以2。很多人他不看重元素充能效率，但其实输出循环对于一个队伍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。等以后怪物的血量越来越高，一波秒不掉时，循环的重要性就会被放大。到那时候你会发现速切才是王道，因为能更好的吃拐，有更好的输出循环。举个例子，就像米哈游的另一个游戏奔3里的一把武器超限的天霜之斯卡蒂，其实光看数值没有说提高了很多，但它就多了20点的能量，保证了冰塔大招的输出循环，整体的强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所以舍弃点输出来保证输出循环是完全不亏的。元素精通它所影响的就是元素反应的伤害。原神有7种元素，各自之间可以相互反应，像是蒸发、融化这种增幅反应，它本身就会有一个倍率系数，比如水打火是 2.0 的倍率。但若是后手触发反应的角色堆叠了元素精通，那么这个 2.0 的倍率还会再乘以一个系数，这个系数就是元素精通所带来的，它属于额外的乘区，
所以本身收益是很高的。聚变反应也是一样，聚变反应本身虽然没有倍率系数，但元素精通会提高聚变反应附加的额外伤害，同样是额外城区，收益很高。但是呢，策划对元素反应是做了限制的，元素附着是有 CD 的，所以如果不是要经常打反应的队伍，精通的收益并不会有想象中那么高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像是搭配了行秋的火 C， 还有砂糖万叶这种对精通有非常高的收益的角色之外，我们都不用刻意去堆元素精通，偶尔外1-2个词条也不亏。但像是炎系这种，则是完全不需要元素精通，毕竟解晶盾这个反应确实很蠢。关于元素精通的收益，它并不是线性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条曲线：风、水、火等元素伤害提升。这种词条只有在杯子的主词条上会出现，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提高对应元素的伤害。你角色本身是冰属性，那就选择冰伤杯；本身是火属性，那就选择火伤杯。如果一个冰伤角色选择火伤杯，那是没有收益的。当然，有些角色它虽然有属性，但主要输出来源是物理伤害，那就要选择物伤杯。总之是情况而定。元素加伤本身也属于一个城区，而且堆叠的来源不多，比较稀有，所以收益是很不错的。具体如何计算呢？一个人物基础的元素伤害加成是0，某些角色突破是会提高该属性的。一个杯子的元素伤害加成是固定的 46.6%， 还有圣遗物2件套的效果 15%。 当然物理加伤的数值是不一样的，杯子是 58.3%， 2件套的效果是 20%， 但它们都属于一个城区，计算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先不考虑双爆，计算公式就是总攻击力乘以技能倍率乘以1加元素加伤，2000乘以900乘以1加 46.6% 加 15%， 等于29088，也不难理解。最后是双爆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是两关系如胶似漆，所以得放在一起讲。什么是暴击伤害？就比如我打秋秋人一拳，正常来说伤害是100，但是我们加入了暴击伤害这一概念，那么这一拳的伤害就会得到增强，它会变得更痛，可能就变成了200，因为它暴击了。但是这个暴击它并不是100%会发生的，可能这一拳是200，下一拳伤害又变回了100，第3拳、第4拳的伤害还是100，第5拳又变成了200，这个就叫做暴击率，它是暴击伤害发生的概率。如果暴击率为0，那么暴击伤害就永远都不可能发生，不论你打多少拳都是100。如果暴击率是100%，那么暴击伤害就必然发生，不论你打多少拳都是200。如果暴击率为50%，那么暴击伤害就只有1半的概率会发生，100和200的次数会无限趋近于相等。以上呢就叫做暴击率和暴击伤害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物的基础暴击率为 5%， 暴击伤害为 50%， 爆伤本身也属于一个城区，所以收益也很高。问题来了，大家都是一个新的城区，为什么你双爆就比我来的重要呢？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对你爆伤呢？是吧？但实际上其实不是双爆重要，而是因为双爆更好堆。现在就有可能弹幕会骂我了，什么双爆好堆？你在开玩笑吧？首先，双爆堆叠的来源其实是很多的，每个部位的圣遗物副词条都能出现双爆，还有一个部位的主词条也能出现双爆。光一个主词条就能提供 31.1% 的暴击率，或是 62.2% 的暴击伤害了。而且武器也能提供双爆这一属性，只不过双爆副词条的出现概率相比其他实在是太低了。单个还好，但单个词条 Y 的可能性也会更大，所以我们会更愿意去找双爆，从一开始就降低 Y 的可能性，但是两个一起出现的概率只会更低，所以我们会觉得暴击爆伤不好堆，但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不好刷，而且看脸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发现爆伤其实是比百分比攻击要廉价的，一个爆伤主词条是 62.2%， 攻击主词条则是 46.6%， 一个爆伤副词条是 5.4 到 7.8， 一个攻击副词条是 4.1 到 5.8， 所以双爆其实是好堆的，但是难刷，非常难刷。总之爆伤这个城区说真的真没必要堆那么高，200我觉得已经很高了，再高真没必要了，收益不大了已经，不如去堆一堆那可怜的暴击率。暴击率虽然不会在伤害上直接体现，但它会在概率上做手脚，能堆高点就堆高点，建议 60% 往上，再低不及格。以上应该没有遗漏的词条吧。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个赞投币支持一下，关注是最好的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